啊，赵彤那几个牌搭子找着了吗？正联系呢。监控准备好了？有了。来吧，看一下电梯里的监控，从晚上10点开始。好。我们查过了，那层总共有4户人家，除了宋启航和赵彤以外，有一户刚出差，有一户已经搬走了，所以理论上来说，只可能有2户人家出现在那层。也有可能是保安、送快递的和送外卖的。你们看，宋先生和笑笑10点多，他们刚办完婚礼回家，看起来还挺累的，都不说话。继续。姓赵的离开了，时间是12点43分，与口供相符。接着看，看还有没有其他人来。外卖到了。果然是7楼。1点27分。假设他真的进入了赵彤家杀人的话，大概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出来？15分钟吧。啊？怎么这就出来了1点28分，还不到1分钟。停一下，你查一下死者和她丈夫的手机，看看他们晚上有没有叫外卖，如果有，找送外卖的核实一下。昨晚凌晨大概1点钟左右，你是不是送过外卖到过景顺医院3栋1单元701？是。那个外卖员确实是在12点多接到一个外卖订单，订单的手机号码就是死者的。而且那个外卖员他上门后敲门一直没人理，打电话也没人接，他只好把外卖放在门口，然后离开。跟监控里看到的画面一致，但是跟案发现场的情况是不一样的。我们到达现场之后，发现那个外卖已经放到桌子上了。那会不会是赵彤回来的时候顺手把外卖提进来，放在了桌子上？哎，赵彤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他说他回来后已经发现外卖在桌子上。从尸体上找到的证据来看，跟你们的推断是一致的。赵彤作案的嫌疑是最大的。你说过，刀伤是死后才造成的，100%确定。哎，笔记我用一下，还有刀的角度。志刚来，假设有2个人在打斗，不管刀是这样刺还是这样刺的话，刀的角度都应该是斜的。但是我们发现，死者胸口上的伤口几乎是90度直角，所以伤口是故意掩饰，不是真正的死因。真正的死因是什么？真正的死因是颅脑损伤。我们在为死者开颅检查的时候发现，他的额头顶部有严重骨折，死前曾经被凶手抓住头发，使劲往墙上撞，而且撞了不止1次。我在案发现场的墙上也发现了撞击的痕迹，应该就是用死者头撞出来的。还有，我们在死者身上多处发现了皮下出血，而且新旧不一。另外有3条肋骨骨折，是家暴。最大的嫌疑就是她的丈夫赵彤，但也不能排除其他人的可能性。案发现场除了死者和她丈夫，并没有发现第3者的脚印和指纹。等等，有什么发现？你们看看，屋里一片狼藉，餐桌上面的东西几乎都打翻在地上，只有这个外卖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餐桌上面。很明显，是有人把它放上去。外卖是在赵彤离家后才送到的，那只有一种可能性，是赵彤早上回家时才从门外拿进去放在桌上的。目的是制造外卖员曾经进屋的假象。这份外卖不是死者叫的，是赵彤在杀了自己老婆之后用他老婆的手机叫的，所以外卖员上门的时候没有人开门，因为屋里的人已经死了。赵彤回家进电梯是什么时间8点17，他报警呢8点03。拿人。
这照片啊，那天云霄喝多了，在他家楼下闲着没事拍着玩呢。你还说跟他没有关系？不是。 什么声音？什么声？喂，小初，你在法医中心吗？在呢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什么事儿。我开车过来你们附近接天天放学，时间还没到，想着去跟你喝个下午茶。啊，现在不行，我出现场呢。你有什么重要的事吗？要不晚点约？没事儿，我就是顺路经过，不要紧的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你邻居那起凶杀案破了，是丈夫家暴妻子致死，姓赵的被抓了。早猜到了，只是没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。哎呀，如果被害人能早一点报案的话，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了。你跟他呀只有一墙之隔，你就幸福多了，简直是天堂和地狱。喂，笑笑还在吗？没什么，你先忙吧，我们再约。哎，对了，你不是要去度蜜月吗？怎么还没走啊？过2天就去。那行吧，旅途愉快，拜拜。笑笑怎么了？没事儿，约我喝下午茶。幸福太太。天天，放学了，把书包给我。走吧。我妈以前也是这样，总是被我爸爸打。你说你妈老被你爸打，那你妈是被你爸打死的吗？我妈没死，谁说我妈死了？你宋叔叔不是说你爸妈都去世了吗？他是骗你的，我爸妈都在。你爸妈在哪儿啊？你为什么要跟宋叔叔一起住啊？宋叔叔是我爸。怎么没做饭？天天，天天，天天呢？天天在一个很安全的地方，今天晚上不会回来了。你什么意思？天天到底是谁的孩子？这个你不用管，跟你无关。不用我管，用谁管？你骗我说你没有孩子，说天天是孤儿，你好心收养的。今天下午我见过天天的妈妈了，你不用再演下去了。找死啊你这个衣冠禽兽！我要跟你离婚。这是离婚协议书，我1分钱都不会要你的，签字吧。好，你有什么话的话，
就跟我的律师说吧。这个贱人！起床的手术安排了吗？哎，宋医生，你不是去度蜜月了吗？怎么回来了？这台手术太重要了，我放心不下，让我老婆自己去了。把起床的病历给我。行。本来起床的病人已经交给了邓医生，既然你回来了，那我通知他一声。好，尽快安排吧。哎，把你办公室放柜里那些书全给你带来了啊！谢谢。哎呀，你说你，就那么干几天，带那么多书，看得完？那我也得学习嘛。我现在进了法医中心，每天忙得团团转。还好前段时间在你那儿充了电，不然一下子还真有点跟不上。哎，你帮我问个事儿吧。嗯。明天忘了带我妈去检查身体。就我爸出事以后，他精神状态不是一直特别不好吗？我想带他去看看。你市医院还有认识的人吗？啊，有，回头我打个电话，你直接带阿姨去就行了。哎，这事儿吧，以前都是笑笑告诉你，你看现在，嗨，前几天给大姨电话回都不回，发消息也不回，就昨天给我回了一条，说度蜜月去了。我也是昨天才收到消息，说她要去度蜜月。不对，确切来说应该是一个人的旅行。她老公不是临时有事儿去不了吗？这新婚一个人度蜜月，你说她是不是一朵奇葩？给她发微信问问她在干嘛。新娘子，你在马尔代夫玩得好吗？哟，哎呦，她发朋友圈了。啊，看到了。看看，这都嫁为人妻了，这脾气还那么暴躁呢。你别逗了她。干嘛呀？她一个人多无聊啊！游泳？她什么时候学会的游泳？不知道啊，刚学的吧？顾初，你怎么来了？有个关于笑笑的事要找你。他这2天不是去马尔代夫了吗？我给他打电话，他也不接，微信也不回。是吗？我打给他。哎，没人接。他最近玩的挺开心的，那边啊好像信号不太好，我也经常联系不上他。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是这样的，当时你们婚礼是林双帮忙找的婚庆，后面好像有一笔钱没付，还有笑笑的婚纱也还没还。是有这么一回事儿。你看我忙的，这脑子什么都给忘了。哎呀，笑笑之前跟我提过，这样我明天赶紧把这事儿处理了，就麻烦你帮我给凌霜道个歉。没事儿，都是老朋友了。哎呀，宋主任，你这也太忙了，这蜜月都去不了啊。是啊，我们这一忙起来，哪还有什么假期啊？等下次空了，再跟笑笑补一次。谁让你开的这个证明？我可以告诉你们，不过最近手头有点紧，需要个10万块周转一下。5万。15万。好，10万就10万，
但是你要怎么证明你知道真相？顾小姐，你以为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相吗？很多时候，真相底下都藏着一个秘密。我可以把我知道的告诉你，而你只能选择相信或者不相信。好，我去筹钱，晚上7点整，在这里不见不散。好，一言为定。是我的快递吗？是的，给。谢谢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我来找罗队。陆老师，我告诉你，我找到给范碧君开假死亡证明的人了。你自己去找证据。我昨天听罗队说，死亡证明是在市医院开的，所以今天早上我就去问笑笑，然后查案的事不是你该干的。现在说不好，你也是凶手的目标之一，这样做很危险的。我没事的，我只是……还说没事？你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顾家大小姐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不管人家的感受。如果你出事了，我也会难受的。还有你妹妹呢？大罗他们呢？看书呢。嗯。干嘛呀？没事儿。说了怕你生气。少跟我废话。顾叔刚才找过我了，我严厉地批评了他。我说，你虽然提供的线索很有价值，但是你这么做非常危险。对啊，就是没规矩。他是做的非常不对，但是也不能说人家没规矩。人家现在已经不是你法医系统的人了，人家现在是作为普通老百姓在帮助我们办案，我们应该感谢他。他将来要当法医的，当法医不可以自把自为。你要是想让人家当你的法医，你就应该对人好点儿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能有什么意思？我没什么意思。滚！马不停蹄的滚！我凭什么滚啊？我不滚。我滚了。罗老师，我多买了一杯咖啡。我知道你在意我，谢谢你啊。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你刚才说，是谁给范碧君开的死亡证明？喂，有人来打听你的事儿了。对，一个是医生，另一个好像是个公安。好，那我知道了。不用等了，不会来了。对不起啊，罗队。没关系，常有的事儿。罗队，冯科手机关机，还是找不到他定位。郭超，联系火车站和机场，
别让他跑了。好。有人比咱们抢先了一步，肯定是之前委托他造假证明的人。喂，是我。知道了。庞城醒了。病人刚醒，还在观察期，你们就长话短说，不要影响病人休息。庞城，我们就是警察。有人虐待我，绑架我。谁绑架你？夏哥，夏哥，认识杨可之后，他一直说我胖，让我减肥。有一天，他约我晚上去他工作的美容院，说免费给我抽脂。我想这便宜我不能不占，我就去了。结果没想到，这是这个女人设的局。来，躺着。相信，相信。来，侧身。啊？你腰对着我。哎。麻药的话，我就给你少打点儿啊，这样你还感觉不到疼。好的，宝贝儿，都听你的。好了。怎么样啊？有没有感觉到头晕、乏力的感觉呀？嗯，有点麻麻的。差不多了。有没有很熟悉啊？想想几年前这副身体是什么样的？几年前咱还不认识呢，你记错人了吧？好好想想，几年前。啊！不是，宝贝儿，你干什么啊？你是真的不记得我是谁了吗？几年前，女儿去参加聚会，偶遇了一个男人，结果那个男人趁她喝醉了，跟女孩发生了关系。后来，女孩发现自己怀孕了。你还记得那个男人是怎么对她的吗？亲爱的，你在说什么？那个男人说，都是女孩子找的，说他呀，根本没有想过要跟她在一起。知道你想什么了，你想要。当年你对我做的那一切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。亲爱的，我说庞城，你自己有意识是怎么被抬到地下室的吗？没有意识，我醒来的时候就已经在那儿了。
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你有看到其他人吗？没有，我不太清楚。你想过吗？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？是不是跟2年前的事情有关2年前，2年前的事你们都知道了，应该不会吧？应该没关系吧？那你先说说，2年前你与沈强、刘志勇究竟都做了些什么吧？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，你们强奸了范碧君。你们警察呀，也只不过如此。彭城，注意你的说话分寸。那你说，你们做了什么？再有7、8个小时，天就亮了。医生说你的情况不是很乐观，希望能挺到明天。我希望你能看到明天早上的太阳。万一你挺不过，你就要带着这个秘密，从黑暗中离开。如果我是你，我会感到非常的难过。做了这样的事情，这2年来睡得好吗？每当想起被你们毁掉的那个女人，心里不感到内疚吗？收到赵灵儿的人偶，心里不感到恐惧吗？沈强和刘志勇已经走了，就剩了你一个人，不孤单吗？一个人背负这么大的一个秘密，不累吗？没事儿，说出来就好。就是他。这点钱不对呀，这些钱连我一个人都不够，我还有俩哥们儿呢。这只是我刚开始给你一部分的定金，事成之后我1分都不会少你的。看你是个美女，我信了。少跟我动手动脚。这女孩到底跟你有什么过节啊？少管闲事儿。你告诉他，给我离乔云霄远点儿。对了，千万别提我名字啊。放心吧，这点职业操守我还是有的。眼球破裂，伴随眼球贯穿伤，眼底肌肉断裂，应该是一些利刃或者尖锐的东西造成的。应该不会有人在自杀前先把自己的双眼戳瞎吧？自杀的可能性不大。口腔黏膜、气管和食管黏膜都有充血肿胀，部分形成假膜，应该就是吸入了高温泉水导致的。看来是活着的时候掉进池子里的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胃里会有大量的溺液，
肺部体积会肿胀。我解剖之后，尽快把他的胃液送去给于江化验，报告出来给你。好。啊，时间差不多了，看看。勒痕的位置基本跟死者是一致的，那就说明死者生前是被人这样捆绑。我记得温泉池水不太深，正常人掉进去之后，肯定可以站起来或者爬出来。所以死者是在被人捆绑的状态下扔进温泉里，活烫死的。对，但是打捞尸体的时候并没有看到什么绳子。温泉的水温那么高，死者下水之后肯定会挣扎，那很有可能就是挣扎的过程中绳子脱落了。有可能当时温泉的水温太高了，哥几个只把尸体打捞上来了。找人把水抽干，把绳子给我找回来。好嘞。找到了。萌萌，先大致介绍一下情况。好。死者刘志勇，男，28岁，无犯罪记录。4月2日凌晨3点被酒店保安在温泉池中发现，发现时已经死亡，可以确定是第一案发现场。现场呢打捞出一只手机，已经进水作废。这是在温泉池中捞出的一根绳子。根据现场的情况跟尸检报告推断，可以排除死者意外落水和自杀的嫌疑，可以判定是一起谋杀案。现场的呕吐物和死者胃内容物化验结果已经出来了，除了酒精之外，还有安眠药的成分。这么说，凶手是先下了药，使死者失去了抵抗能力，再将其捆绑，扔进温泉中烫死。烫死？那案发的时候，有没有人听到死者的叫声？没有。温泉的位置非常偏僻，距离生活区比较远，也没有什么人经过。就算他真的发出声音，也很难被人听到。还有，萌萌，麻烦你。死者双眼被利刃刺伤，眼球贯穿，眼底肌肉撕裂，应该是在扔进温泉之前被刺下的。凶手这么做，一定有特殊的原因。这样的举动可能是凶手一种心理暗示，很有可能是跟杀人动机有关。通常情况下，人质在看到了绑架者的相貌，双眼会被刺瞎。但就这个案子来看，完全没有绑架的迹象，只是纯粹的谋杀。当然，也不排除这个凶手是随机刺下，没有目的性的。还有这个，这是刘志勇在临死前2天收到的。这玩偶上除了刘志勇的指纹外，没有其他痕迹。这首歌的名字叫《偿还》，邓丽君的老歌，王若琳也唱过。这肯定是仇杀了。这个玩偶跟刘志勇的死有没有关系还不能确定，如果有的话，报复性仇杀的可能性比较大。假设凶手送玩偶是给死者一个警告，那可以说明死者跟凶手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某种关系的。根据现场具体情况来看，应该是有预谋的熟人作案。我建议可以从死者身边的人开始排查。现场监控那边什么情况啊？酒店监控确实拍到刘志勇在晚上6点5分从员工通道离开酒店，但所有出入口没有拍到他什么时候回来，也没有发现酒店有什么可疑的人进出酒店。案发现场的监控呢？要是有就好了。那个温泉离主建筑群太远了，那儿又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，酒店就没装监控。现场勘查的情况呢？现场的脚印被雨水冲破坏了，并没有发现除死者之外多余的指纹，可能凶手戴了手套。大家看，这个是温泉围栏的门锁，钥匙还挂在上面，只有死者自己的指纹。根据了解的情况推断，凶手应该是知道死者身上有围栏钥匙，知道监控的死角位置，知道死者的具体情况，应该是熟人作案，很有可能就是酒店的员工。喝酒、跳舞、泡妞，
麻将，就没有他不会的。我们都叫他夜店小王子。刘志勇的电脑和手机都已经检查过了，手机已经进水，完全报废，只能等运营商那边给我们提供通话记录。电脑的网页浏览记录显示，刘志勇平时非常喜欢浏览色情网站，硬盘里存有大量的日本色情片，并且多以偷窥和强奸为主。看来这个刘志勇不是什么好鸟啊。行了，情况大致了解了。先从受害人的社会关系查起，从认识的熟人开始。不对，这个号码是刘志勇死亡前接到的最后一个电话，最后一次通话时间是在4月1号晚上5点35分。哎，朵朵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在这儿。来喝一个，来。等一下啊，那边还有点事儿啊，到时候过来哈。哎，你去。大叔，找我。你好，我们是平海市刑警大队的，我们有情况想找你核实一下。什么？我们有事儿想找你核实一下。什么？我昨晚是见过刘志勇的，就在这儿。你跟刘志勇是什么关系啊？以前在一起过。你们为什么事儿见的面啊？为什么？分手呗。你们都聊什么了？分手还能说什么呀？不就那些话吗？好好说话好吗？那个渣男之前给他打电话一直打不通，昨天倒是爽快，约我一块吃饭，我们一起吃火锅，没想到他一上来就说要和我分手，那我当然不干了，就和他吵了几句，然后他就走了。给我过来！闪开！之后我就叫了辆车跟着他，我发现他又回来夜店玩，我就跟进去找他。干嘛呀你们？看谁呀？哎，美女别走啊，接着玩。你接着玩屁呀你！别挡着我，闪开！臭渣男！结果怎么着？信了是吧？他居然当着其他女人的面前打我。后来他就跟那女人一起走了。什么样的女人？你认识吗？不认识，我认识他干嘛？就一骚货，要胸没胸，要脸没脸，真不知道看中他哪一点。看来这姑娘没说谎。停一下，倒回去。脸看不清楚啊。还有什么地方有摄像头？店里只有这里有监控，看不清，距离远，灯光也太暗了，而且他还戴着墨镜。把门口的监控调出来。等等，继续放。我是跟踪了他的车，可是他开得太快了，我没多久就跟丢了。反正也没多大用，我就没告诉你们。后来你去哪儿了？后来都没戏了，还能干嘛呀？回来喝酒呗，一直喝到打烊。你记不记得刘志勇的车牌号码？那哪能知道啊？就知道是一辆黑色大众。你再好好想想，他那辆车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特别的地方？还真有。我记得那辆车左边的尾灯是坏的，一直在闪。这算吗？算。在监控查一下。好。你跟刘志勇交往的这段时间里，有没有听说过他跟谁有过节？过节？
我只听见他在电话里跟人吵了一架。跟谁吵？你别他妈跟我废话，乖乖当我说的办。别忘了，你的东西还在我手里头呢。谁啊？发那么大火？我们主管，这个老家伙，拎不清的。罗仔，你怀疑是曹东干的？不管是不是他干的，他肯定有事情瞒着我们。我猜很有可能是刘志勇拿了他什么把柄。那东西是不是已经被拿走了？应该还没有，不然曹东不会那么紧张。抽屉一拉开，看见里面没东西，才放下心。要不要传唤曹东？警察同志，搜查证。哪个是你柜子？那个。白天不是已经搜过了吗？白天搜的是刘志勇，现在搜的是你。我的？为什么要搜我的东西？这是你的吗？是。陆老师，给你带了点吃的。这袋呢是你的，这袋是乌龙的。谢谢陆老师。哎呀，这种小包装的乌龙一次能吃1包不划算，我都给他买那种大包装的，能吃好几个星期呢。怎么了？你现在还敢说这是你的吗？不是，是刘志勇，他让我替他保管。刘志勇已经死了，这么重要的线索为什么不早交出来？我忘了。你不是忘了，你是想再敲你们主管一笔吧？我没有，真没有。妨碍警察办案，知道是什么后果吗？如果不是我们先发现，你很有可能就成为下一个刘志勇。传唤曹东。这个从哪儿来的？昨晚温泉酒店有人送过来的，我觉得奇怪就带回来了。昨天酒店那个案子，死者也收到同样的东西。死者也收到过。同一个酒店，同样的人偶，没那么巧吧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觉得不只是巧合，里面肯定有什么关联的。可是我不认识死者呀。最近啊，你要注意点安全，留意一下身边的人。知道了。哎，刘队调查出什么了吗？确认了，谋杀。哎，那你找到送东西的人了吗？找不到，前台说是一个小孩送过来的。